不过，这位祖龙先祖见到萧炎，也算是一位可造之才。此时，他的声音也略微变得有些和缓道：“当然可窥探了，神境乃是灵魂修为中的最高境界，自然有着主境灵魂做不到的能力。老夫就再给你一个机会。”前辈，难道又想我接你一招？萧炎生无可恋的出声道。刚刚与对方的那一击对抗下，已经令萧炎的灵魂差点被撕裂了一般，现在又来一招，怕是有些抵御不住，因为同样的招式，自然是行不通的。怎么，小子你怕了？如此胆怯的心境，如何在灵魂的造诣上走得远？而这位祖龙先祖以为萧炎受一点挫折就自弃自爆，也是对其开口道：“前辈，我与你的实力差距太大，让我如何再接住你的一招？你可是以为高阶天位神，我只是一位第3序列神，如何再对抗前辈的强大攻势？”萧炎那双眼眸中此时散发出一丝诧异之色，竟是有些异样起来。看来是老夫看错你了，你虽天赋极强，不过其心境却如此不堪。既然如此，那么你的灵魂也就在此处吧。说着，一股极其可怕的灵魂力量凝聚成一道透明的长剑，散发出恐怖的气息，对着萧炎的方位急速刺去。如果被这一剑击中的话，那么萧炎的灵魂必定会当场重创，甚至陨落。拼了！萧炎的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然后将火焰收敛到体内。这一幕令得祖龙先祖有些惊愕，难道说这小子就这么放弃了吗？然而就在这位祖龙先祖这么想着的时候，萧炎的身躯山竟是爆发出了极其惊人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不是火焰之力，也不是神力，而是祖龙的血脉之力。这股力量竟然是祖龙的血脉，这小子究竟是谁？半空中暗紫色之龙内的残魂震惊道，被萧炎这操作直接给弄得有些骇然。此子不仅拥有2道火焰，又拥有那强大的奇特力量，甚至现在又出现了与他一模一样的祖龙血脉，这着实不让他震惊连连。旋即，萧炎将祖龙血脉释放到极致的时候，他右手上便是出现了一柄令祖龙先祖都感到心惊的神器。这道神器就是能够压制神兽血脉的猪龙剑。猪龙之力，磅礴的祖龙血脉之力尽数地灌入猪龙剑之中，随着祖龙血脉的灌入，其猪龙剑中的力量也是被激发了出来。萧炎手臂一挥，猪龙之力便是横扫四方，那股可怕的剑气竟然令得石海都变得虚幻起来，仿佛也要被这道猪龙之力给吞噬了一般。不过这道猪龙之力的目标乃是那由灵魂力量所凝聚的强大之剑，所以在对方那惊骇的目光之下，猪龙剑的猪龙之力直接是轰击在了那道灵魂之间上，没有巨大的爆破声，而是一道极其沉闷的声响，在萧炎的灵魂石海中席卷开来。可怕的冲击波令的石海都疯狂地涌动而起，而对方的那道灵魂之剑的攻势被猪龙之力给压制而下，其力量也是削弱了一点。也就是这一点，让得萧炎获得了反击抗衡的空档。神怒火莲再度出现在萧炎的双手之间，散发出毁灭般的气息，然后直接弹一个响指，嗡的一声，神怒火莲便是洞穿空间，直至那灵魂之剑的跟前。最后这道炫白色的火莲也是炸了开来，瞬间一股能够吞噬万物的惊人破坏力冲击在那灵魂之剑上，令得那道灵魂之剑的剑身都出现了裂纹。最后一刻，炙热的毁灭力量彻底的将那灵魂之剑所包裹而下。嗤嗤，可以清晰的听到空气中蔓延着火焰焚烧万物的嗤嗤声，极为的可怕。火焰不愧是大咒中最为霸道的力量之一，这种焚烧冲击下，也不知道持续了多久，石海才渐渐的恢复正常，而萧炎则是气喘吁吁的半跪在地面上。显然刚刚的连招已经让他的灵魂力量出现了匮乏状态，对付这位祖龙先祖已经是底牌尽出，才勉强抵挡住对方的一招攻势。不过既然已经成功抵挡，那么自己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了，接下来这祖龙先祖该不会再出尔反尔了吧？好小子，竟然刚刚故意让老夫觉得你是在自暴自弃，没想到你竟然在我防备最低时进行发起攻击，真是让我都有些佩服你的心思缜密。半空中暗紫色之龙内的残魂对萧炎则是赞叹道，能够获得一名高阶天位神的赏识，就足以证明萧炎刚刚的行为已经不得不让这位祖龙先祖都感到心惊。以序列神的实力竟能够以制破他的这一道攻击，放眼如今整个万兽神界的一些佼佼者，怕都无法那么容易做到。多谢前辈的夸赞，要不是我利用猪龙剑压制你的血脉，恐怕就算是我倾尽全力以及所有的底牌，怕都是无法抵挡住刚刚你的那灵魂之剑。萧炎缓缓地站了起来，对着半空中的这位祖龙先祖谦逊道，你的气度真是非凡，老夫很喜欢，只是没想到的是，你竟然拥有我族的血脉以及上古圣地之主的那柄猪龙剑，才是让我大开眼界啊！难道说你同时获得了如今我族的祖龙血脉传承和上古圣地之主的传承？萧炎闻言也没有隐藏，直接是点点头道，正是，此前我在天元界的古元天中获得祖龙的血脉传承，小辈也答应过那位祖龙前辈，日后我要是飞升第1等级世界，必定会守护祖龙族，而猪龙剑也乃是我在上古圣地中所得。萧炎也将自己获得祖龙血脉的传承以及上古圣地所遇到的一些事情一五一十的讲给了这位祖龙先祖听。原来如此，如此说来，如今我族已经没有祖龙镇守，实力底蕴也是大减。
而那些本就对我们祖龙族虎视眈眈的神兽势力，见此更是会想方设法的击垮我族，从而直接代替我们祖龙族的位置，还真是打了好算盘。要是老夫还在的话，穷奇一族算个锤子，老夫一巴掌就能够让他们整个族上下搞得鸡飞狗跳。这位祖龙先祖的残魂散发出一些愤怒之意。穷奇一族放在他所在的那个时代，要是对祖龙族这般想法，直接就有灭族的危机了。一旁的萧炎见到这位祖龙先祖愤怒声传出，还以为又要发怒了，结果祖龙先祖则是压制住了刚刚那愤怒的情绪，声音缓和地对着萧炎道：不过你小子的天赋还真是不错，竟然被最后一位祖龙看上，还传授于你祖龙血脉，看来他也看到了你的不凡未来吧。说到这里，祖龙先祖则是也是非常欣赏萧炎的天赋，而且此子又是天命之子，未来将会无比的耀眼，只不过耀眼到哪种程度，就要看他自己的造化了。刚刚你还说在上古圣地之中遇到了灭神府的武灵拳魔是吗？萧炎点点头说道：是，这武灵拳魔的实力极其强大，当年就算是死强如上古圣主那般强大的超级神奇，竟然都无法彻底将其击杀，只能将其封印。上古圣地之主与老夫也算是认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其实力当时是五重天位神，他所在的上古圣地也是一方超神势力，只是在我陨落之后，灭神府竟然对这些超神势力也伸出了魔爪。祖龙先祖前辈，这灭神府究竟是何方神势力？为何在第一等级世界中很少有关于这道神秘势力的信息？而且我有感觉，这个灭神府非常的不简单。萧炎每一次只要提到灭神府这道神秘势力时，都会让全身上下的血液沸腾起来。从之前坟老口中得知，这灭神府不仅神秘，且底蕴也是相当的强大可怕，就算是超神势力也无法撼动其丝毫。毕竟上古圣的这道超神势力就是最好的例子，一夜之间，灭神府就能将上古圣地这方超神势力直接让其彻底的消失在第一等级世界中，这是何等可怕的底蕴才能做到这般？这灭神府的来历，老夫也不是很清楚，只是你所说的那位武灵拳魔所施展的是暗黑力量，这倒让我想起在千万年前的那一场天古浩劫。天古浩劫，萧炎一听，心想又是天古浩劫，难道说灭神府与当年那一场天古浩劫有什么联系不成？那是一场让所有天位神都感到无比绝望的一次浩劫。老夫生前纵横无数，可是竟然在那一场天古浩劫之中陨落，逃生更是不可能，因为对方的强大超乎了我们这些高阶天位神的想象。对方所施展的可怕力量，正是你刚才所说的暗黑力量，也就是这暗黑力量使得我们的神力竟然都出现了凝固和质变，最后皆是陨落其中。听到祖龙先祖的解释后，萧炎的神色都有着明显的变化。没想到灭神府的暗黑力量竟然惊现那一场天古浩劫之中，那一场的天古浩劫中，就连这些高阶天位神都是变得如此的不堪一击，很难想象当时的天古浩劫大战究竟是多么的惨烈与绝望。难道说天古浩劫的发起者便是灭神府？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这灭神府究竟是什么来历？为何掀起那一场天古浩劫，击杀了如此多的天位神，其中还有诸多高阶天位神？祖龙先祖前辈，对方究竟是何方神起？为何要掀起那一场天古浩劫？萧炎不解地问道。对于天古浩劫，也想知道一些其中的信息。我不知道是不是灭神府干的，如果你所言的那个武灵拳魔使用过这种暗黑力量的话，必定有着与天古浩劫有着关系。至于更多的天古浩劫信息，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想必是我陨落的时间长久了吧，很多记忆都已经记不清楚了。说到最后的时候，这位祖龙先祖的语气之中带着一丝悲伤与绝望。看来开始遇见他的时候，那一道悲鸣龙吟声，想必就是因为他的内心中依旧残存着那时悲伤和绝望的场景。很显然，天古浩劫的给这位祖龙先祖带来了无比巨大的痛苦，以至于过了千万年的时间，依旧是对这场天古浩劫挥之不去。灭神府萧炎见祖龙先祖不愿意回想起那场天古浩劫的事情，内心之中也暗自决定，准备要调查千万年前所发生的天古浩劫之事，究竟是不是灭神府干的。如果真的是灭神府发起的天古浩劫，那么这灭神府为何会发起那一场浩劫？他们究竟有什么目的？还是说他们在计划着什么？种种疑惑也让得萧炎陷入了苦思之中，但是想了许久也没有得出一个所以然来。既然想不明白，那么就暂时不去想了，还是先将眼前的事情处理掉先。萧炎沉默了片刻之后，一双热烈的目光看向那条盘旋半空上的暗紫色之龙道：祖龙先祖前辈，既然我已经接住了你的一招，是否可以……虽然没有说完后面的话，但这位祖龙先祖却已经知晓萧炎要表达什么意思了，也看懂了萧炎的心思。那道祖龙先祖的残魂淡淡笑道：好吧，既然已经答应你的事，老夫自然会做到。况且你获得我族祖龙的血脉以及上古圣主的传承，就说明你的不凡之处，所以老夫愿意为你传授我的灵魂本源。真的？这么说，我的灵魂修为可以突破到神境了？虽说突破境界也要靠灵魂本源的积累，
二要靠自身对灵魂的感悟。可是前辈，你的灵魂力量可是神境啊！待会你那磅礴的神境灵魂本源灌输下来的话，这灵魂感悟这一关是不是就可以省掉了？萧炎一口气讲完要说的话，顿时变得异常的兴奋起来，生怕等下这位祖龙先祖又出尔反尔。不过他已经经历过无数次的生死，心境早已炼化的炉火纯青，心情也恢复得极快。就算真的让萧炎去感悟神境灵魂的奥义，怕也不是那么难的事情。如果能够省去这个阶段，那自然对于萧炎来说是一件极其好的事。就在萧炎以为可以借祖龙先祖的神境灵魂本源，可以直接从主境巅峰灵魂一举突破到神境灵魂时，那祖龙先祖的残魂却望着萧炎，缓缓地摇了摇头，缓缓地开口道：“老夫并不能直接帮你突破至神境层次。”这句话就宛如是一盆冷水淋在自己的身上，瞬间就将萧炎眼光中的炙热瞬间扑灭。祖龙先祖前辈，难道我吸收你的神境灵魂本源还不能突破到神境层次？萧炎的眉头也是微微一皱。要知道，神境乃是灵魂的最高境界，可不能单单靠着灵魂本源去突破。更重要的是，需要自己去感悟神境中的奥妙所在。这样的话，你的灵魂力量将会更加的强大，甚至达到更强的层次。神境灵魂可不同于其他灵魂境界，如果你无法感悟神境中的奥妙，就算你吸收再多的灵魂本源，也是无法突破至神境。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诸多灵魂修炼者都卡在了神境灵魂的门槛上。所以你必须要感悟其中的奥妙，才能突破神境，不然你吸收再多的灵魂本源也是浪费。对于萧炎对神境灵魂的无知，祖龙先祖的残魂立即给解释道：想要突破神境灵魂，需要感悟其中的奥妙。萧炎也是一下子愣住了一般。不过既然对方已经将突破神境灵魂的诀窍告诉了自己，那么最终能不能突破，还需要靠自己对神境奥妙的感悟才行。原本还以为得到神境灵魂本源们就能直接突破神境，这几乎都遇不到的天大机缘，可现在却是空欢喜一场。巨大的落差让得萧炎捂着头有些发懵，就那么傻傻的待在识海之中。虽然对于神境感悟萧炎也拿不准，不过总比不去试一试好。半晌，萧炎才从呆滞中恢复过来，然后双目看着半空中的祖龙先祖，残魂有气无力地问道：那怎么去感悟呢？见你也是一位天赋造诣不错之人，老夫就给你演示一下主境之上那神境的奥妙，还是没有问题的。也好，至少不会让自己没有方向感的去摸索。萧炎觉得，如果有一位演示者给自己开一条路，那么对于神境中的奥妙自然就轻松多了。看来突破神境灵魂也只是时间问题。想到这里，萧炎便是欣喜若狂起来。神境灵魂对现在的你来说还是一个非常玄妙的境界，不单单需要你用心感悟，而且对你的神力也有要求，否则你承受不起。神境的力量以你现在只有第3序列神的实力，最多只能窥见神境灵魂的门缝。至于能否真正的踏入这道门槛之中，那就要看你自己对灵魂的造诣了。当然你也别小看这神境灵魂的门缝，它可以将主境之上境界的大门呈现在你的眼前，帮助你大大缩短感悟和突破的时间，对你也是一道极其重要的机缘造诣。一听此话，萧炎立刻打起了精神，直接振奋起来，两眼一亮。不管能不能突破至神境灵魂，但若有人帮自己领到这扇大门的门槛跟前，哪怕只是一丝缝隙，对自己的领悟和对神境的突破都是有着极大的帮助。要知道，有多少灵魂的修炼者都卡在这道门槛上，一生都无法提升自身的灵魂修为，那么自然无缘突破天位神的领域了。不过为了能够让萧炎更快地感悟神境的奥妙，祖龙先祖的残魂继续说道：要想突破神境灵魂，除了灵魂力量必须达到主境巅峰饱和外，还需要感悟其中的奥妙，而这种感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从理论上来说，旁人是帮不了什么忙，但实际上还是有办法让你先窥探神境门槛中的那道缝隙，只不过这种办法对指引者的灵魂造诣要求极高，同时颇有损伤，就是要消耗指引者的灵魂本源。祖龙先祖残魂的眼神在萧炎身上扫过，若有所思，脸色也变得凝重起来，用灵魂本源作为引导，让后来者窥见更高境界的一些奥妙。灵魂本源则是很容易受创，轻者经历漫长岁月也极难复原巅峰灵魂的力量，重者则有可能灵魂修为直接大损，跌落境界。所以这种方法几乎没有人会愿意去施展。萧炎闻言则是震惊不已，尽管他已经尽量把这方面的损害往深处想了，但还是低估了后果的严重性。试想，哪位神境灵魂的强者，无不是天赋绝佳或者的大机缘之人，如此风华绝代的人物，又怎么会冒那么大的风险来为一名后起之秀做出如此巨大的牺牲呢？可是这位祖龙先祖却是愿意为萧炎做出这般重大的牺牲，想来也是觉得在日后萧炎必定会成为第1等级世界中的耀眼人物，甚至可以登顶神界之巅的潜力。在祖龙先祖的残魂凝视之下，面对这世人就无法抵御的巨大诱惑，萧炎显得有些为难。虽然进入祖龙墓的第3层为的就是寻求灵魂修为能够获得突破到神境的契机，而且萧炎也并非那种迂腐之人，只是这道祖龙先祖的遭遇却让他有着些许触动，所以
萧炎才会有一些犹豫。好小子，你不用替老夫担心，老夫不过是一道残魂而已。如今你能够激活老夫的灵魂印记，也算是你我之间的缘分，所以我便会全力的帮助你突破神境层次。希望你日后出去一定要守护好祖龙族的血脉。其实，在你刚进来的时候，老夫就已经用杯明龙吟声为你小小的演示了一下，只可惜你不以为然，觉得自己是想多了。萧炎此刻也是彻底的傻了眼，难怪当时自己听着悲鸣龙吟声的时候，其灵魂识海有所触动，当时自己仿佛是进入一种极为舒畅的境界一般。原来那时候竟是一个天大的机缘，已经出现在自己的身边了，只怪自己当初没有好好的把握。不过这也不能怪萧炎没有发现，放眼整个万兽神界，觉得以一道悲鸣龙吟声就能让自身的灵魂修为大幅提升，任谁都不会想到。看到萧炎那无比后悔的模样，祖龙先祖的残魂也是淡淡一笑道：“那也只不过是老夫小试牛刀罢了，并未用上多少的灵魂本源，远不如老夫接下去要为你演示的神境奥妙。”然后祖龙先祖的残魂抬起头盯着萧炎，双眼微微一眯，仿佛看透了萧炎身上的所有秘密一般，然后问道：“刚刚我在你体内感应到了一股极其奇特的力量，那道奇特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奇特的力量。萧炎闻言也是微微一颤，不过很快就想到了什么，看来祖龙先祖所说的奇特力量应该就是焚神之力，想必祖龙先祖前辈所说的奇特力量应该就是我体内的焚神之力吧。萧炎说着，他的眼眸再度呈现出了金色瞳孔，与此散发出极其可怕的奇特气息。如果这股奇特力量彻底激活的话，就算是全盛时期的这位祖龙先祖，他都无法抵挡这股可怕的力量。焚神之力。见到祖龙先祖那有些异样的表情，萧炎有些疑惑地问道：“祖龙先祖前辈知晓这股力量？”思索了片刻之后，祖龙先祖的残魂摇了摇头道：“似乎听说过，但是已经记不起来了。”很显然，祖龙先祖的残魂也是微微的倒吸了一口冷气，感受着那极其久远记忆中的熟悉感，却又不太敢肯定。小子，看你也不是简单人物，虽然我记不起来这焚神之力的具体记忆，可是我敢肯定，只要你将这道焚神之力将其彻底激活其中力量的话，那么你就会拥有神秘强大的无上神力，那股力量就连老夫巅峰时期的实力都无法与之对抗半招。此话一出，顿时让的萧炎有了兴趣。无上神力难道指的是将焚神九火的力量全部激活，便可拥有神秘强大的无上神力吗？虽然刚刚从祖龙先祖前辈的嘴中得知他无法记起这股焚神之力，可是萧炎敢肯定，这位祖龙先祖必定知晓焚神之力的一些信息。或许真的是因为陨落太久的缘故，导致只留下一道残魂，生前的一些记忆也都将会消失一部分。好了，我的问题已经问完了，接下来老夫就为你演示主境之上的神境地境之上的奥妙。祖龙先祖的残魂洒然一笑：“小子，准备好了吗？”话落，祖龙先祖的残魂竖指一点，萧炎的灵魂身躯就这样破空拔起，落在了暗紫色之龙的面前。而这时，其暗紫色之龙的身躯上浮现出无数道符文，随着这些符文开始闪烁起来，一如天上璀璨的星辰。更有强大的灵魂力量自他体内直接注入符文之中。好强大的灵魂力量，这就是神境灵魂吗？萧炎的身子微不可察的一震，睁开双眸望着祖龙先祖的身躯，眼神也变得坚毅起来。紧接着，祖龙先祖的手臂一挥，神境灵魂的力量便是喷涌而出，识海风云乍现，浪涛拍起高达万丈，落在那些符文上响起铿锵之声。神境灵魂力量的凝聚竟然可以达到这么强的地步。见到这一幕的萧炎极度的震撼，便死死盯着祖龙先祖那惊人的强大气势，一时竟有些失了神。不要走神了，赶紧感悟其中的神境奥妙。见萧炎有些失神，祖龙先祖的残魂微微皱了皱眉，便是提醒道：“每1秒钟符文就增加一个。”转眼间，祖龙先祖身边的符文就已经多达数百个，符文形若实质，围绕着祖龙先祖残魂上下盘旋，而符文之间由无数丝线相互牵连着，形成一个玄妙的阵法。处在阵法之中的祖龙先祖残魂，在短短时间内就已经从凝实变成了半透明的状态。刚才还散发出不可一世气势的巍然身躯，眨眼之间就成了泼墨山水画渐远的朦胧，唯有那双眸还在明亮的闪烁着光芒。萧炎的内心也是有着一丝不舍，但是这已经成了定局，自己必须要去做。恢复了些许情绪之后，向着半空中那祖龙先祖的残魂深深鞠了一个躬，然后双手缓缓向两侧舒展，敞开心怀，毫无保留地等待着祖龙先祖残魂的下一步演示。祖龙先祖的残魂见到萧炎已经恢复过来的心境，也是微微地点了点头，旋即将数百道符文接连打入了萧炎的灵魂体之中。当最后一个符文进入萧炎的灵魂体后，灵魂体整个全身光芒四射，宛如覆盖了一层月光锻造的铠甲一般。在其内，萧炎的灵魂力量开始凝聚，符文之间的线条纵横交错，交织出一个更小的灵魂体，其样貌便是与祖龙先祖一模一样。萧炎静静地看着迷你灵魂体的面容，心尽管已经接受了这一切，但还是忍不住有些难过。而迷你灵魂体没有理会萧炎，然后在自己的后方出现了一道若隐若现的暗紫色小龙，
然后一声咆哮，带着其中的奥妙席卷在萧炎的识海之中。但是那咆哮一声落下后，又一道咆哮声响起，随着接连不断的咆哮散发，迷你灵魂体的身躯更是透明了许多。此时，萧炎惊奇地发现，这迷你灵魂体虽小，但无论是体内的经脉和灵魂识海都与真人完全一致，似乎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将自己的体内世界完全呈现在萧炎的面前。这也太神奇了吧！萧炎一脸赞叹。现在不是好奇的时候，收敛你所有的杂念，仔细观察迷你灵魂体周围的环境变化以及灵魂识海的运转。就在这时，祖龙先祖的残魂之声在萧炎的耳边陡然响起。这迷你灵魂体乃是老夫的灵魂本源所化，你好好看看，主境之上的神境与主境到底有什么不同？终于是可以窥探主境之上神境的玄妙了吗？镇定如萧炎闻言也是一震，眼神变得激动起来，顾不得询问太多，急忙调整心态，盯着那道迷你灵魂体。迷你灵魂体的识海与萧炎的完全不一样。如果说萧炎主境巅峰灵魂的识海如大海般的浩瀚无边，那么迷你灵魂体灵魂识海则是一片凝固在万古岁月的油田，幽深而波澜不惊。油田表面风平浪静，如果只是看其表面的话，没有萧炎灵魂识海那般风浪翻涌的气势。但如果细细感受两者不同的内蕴，萧炎却是越看越心惊起来，眉头也开始越蹙越紧。他似乎感悟到了其中的奥妙一般，但一时又说不出所以然来。